许久不吹，都生疏了。寡人还记得第一次听你吹排箫的情景，那是你头一次真正住在成明殿。那支楚曲余音绕梁，让寡人难以忘怀。只不过是一首民间野曲，可寡人喜欢。今日晚了，大王若是喜欢，鱼儿明日再吹。过来，到寡人这里来。寡人是不是老了？大王正当盛年，可寡人老是想起一些陈年旧事，心肠也比过去软了。说起来，宫里的公子公主并不少，看着他们一一长大，论牵挂，当然是嫡子，也许要多花点心思。只有继儿，才能让寡人舒心开怀。宫中公子公主们大都敬畏大王，只有继儿迟钝。并非如此，寡人觉得继儿单纯善良，聪慧正直。也许他就是寡人心里期盼的那个人。你是继儿的娘亲，怎不为继儿做些打算？臣妾是有打算的。那好，说来听听。听说大王近日正谋划分封各公子。不错，丫头想为继儿求封属地，还是想让继儿留在宫中？臣妾若是有所求，大王能答应吗？那就要看你是否和寡人心里想的是一样的。臣妾请求为继儿求封巴蜀之地。什么？你想为继儿求封巴蜀？是，臣妾想为继儿求封巴蜀。为什么？当年攻下巴蜀，继儿有功，大王让我为继儿讨封赏，就当是大王赏赐继儿的。寡人说过，从不赊账。你起来吧。继儿不想留在宫里。是继儿不想，还是你不想？告诉我你的真心话。寡人不准。大王若是不允许，臣妾不能起来。继儿是王儿，寡人对他另有打算。继儿资质平庸，不堪造就，望大王开恩。你该知道这些年，你和继儿在寡人心里的分量。但你要明白，我属意继儿，并不因为我与你的情谊。芈月，你太让寡人失望。
大王去那边多久了？快1个时辰了。好像好一会儿没听到箫声了。王后，大王走了。走了？大王是突然走的，看起来很不高兴。哼，月啊，你本是聪明伶俐之人，今日你为何不借势借力地将事情缓缓道出，偏要横冲直闯，得罪大王？这种事情，若不道个一清二白，只怕大王会误解了我的心思。可你的心思恰恰违背了大王的心思。话总要说出口的，让大王早些明了，比蒙在鼓里好。以大王的脾气，只怕是不会应许的。假以时日，却是有可能的。大王，这么冷的天，你为何站在这儿？让寡人有眼福看到一幅雪中美人图。姑母说这宫中种了许多腊梅，我带人出来寻了1个时辰，只见树不见花，只好不得而归。宫中的腊梅都是从汉中和秦岭移来的，今年的花期似有些晚了。等花开的时候，我会派人送些到你姑母的宫里去。这些年，你姑母精心养育华儿，寡人的孩儿当中，属华儿军功最多。谢大王恩宠，不过这腊梅就不必送了。这宫中人多嘴杂的，3人成虎，众口铄金，一儿还是自己带人去摘采吧。宫里难道有什么闲言碎语吗？大王耳力不好。折夫成城，折腹倾城，一绝折腹，为消为痴。这不是大雅瞻昂吗？是啊，这几日宫内外到处都在传唱它。真的吗？大王对你有意呀。什么有意啊？不过是说了一句雪中美人图罢了。哎呦，傻丫头，在你眼中一文不值，在别人眼中可顶得上千军万马呢。大王说姑母养育了华哥哥，在大王的孩儿当中，就属华哥哥最争气。大王还说要给姑母送梅花来呢。啊，大王真这么说的？嗯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华儿有望了。姑母要当心，外面传的那歌谣，是不是就是冲着姑母来的呀？不用管他，有大王的恩宠，外面的人就算唱破嗓子，又能如何？